この番組は你公司的 logo 放底下 OK ですか？与新竹物流行遍台湾吧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光临台湾吧。今天要跟大家聊聊台湾的皇民化。1937年，随着鼎鼎大名的卢沟桥事件爆发，中国与日本的战争终于全面启动，台湾也稀里糊涂的被日本拖着一起进入战争阶段。日本把台湾的总督从一大早的武官换成了文官，又换回了武官，真是很会换。而原本的内地延长主义也在这个时期打了生长激素，硬生生的想把台湾人变成日本人。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原本被拎着一起脱亚入欧、穿西装打礼蛋的台湾人是怎么突然身穿和服、脚踩木屐、嘴里咬着巴嘎啦。台湾北港是位于云林县西南方的一个淳朴小镇，隔着一条北港溪与嘉义县紧紧相邻，而著名的北港香炉。好的，日本到底是如何将台湾人全能改造成抛头颅洒热血的日皇草民，来为战争奉献心力的？开始喽。身为一个以10年养成计划举世闻名的大日本帝国，对于台湾皇民的养成当然也是不可以马虎的。首先登场的是大家说国语运动，请注意这里指的是国语，不是台语，根本不是普通话，而是日语日本語。除了广设大大小小的国语讲习所，让台湾人补习以外，对于国语讲的死沟以内的优质皇民，总督府就会颁发一张潮流时尚写的国语家庭的门牌，让左邻右舍的三姑六婆都羡慕的不得了。当台湾人快快乐乐的学习、平平安安的回家以后，也就可以闲来无事改一改名字了。日本在台湾的改姓名运动是采许可制的，比起在朝鲜强迫改名，可说是温柔了许多。像是李登辉就可以改成岩里正男，柯文哲就可以改成青山文哲，张嘉佳变成工厂加入，林晨就是小林静静。而得到国语家庭认证和改姓名，除了看起来高富帅以外，当然也是可以拿来当饭吃。例如改姓名说国语的小朋友比较容易进入小学校念书，爸爸妈妈可以优先录取公务员，选家甚至可能在战争阶段配给到比较多的食物。因此对于某些市井小民来说，只要可以吃得好一点，让孩子的教育不能等一点，什么方法都可以揣揣看。除了名字和语言之外，宗教与风俗的改革更是改得不亦乐乎。总督府大力提倡日本神道教，盖了一大堆神社来取代台湾红橙黄绿的民间信仰，希望借此增加台湾人对日本的忠诚度。总督府不仅要求大朋友小朋友要像升旗一样参拜神社，也要求家家户户要供奉远道而来的神功大麻。而原本住在正厅的祖先牌位和传统神像，只好撤的撤，烧的烧，给他来一个众神归天。除了宗教信仰，传统的歌仔戏和布袋戏变成了穿和服拿武士刀的 Hopilahi 或是黄明剧，报纸上的汉文版，学校里的汉文课也被禁得五体投地，取而代之的则是 REVO、REVOA 的皇民文学。此起彼落的改革运动，也总算是推了台湾人只好当个活活泼泼的好皇民，做个堂堂正正的日本人。而这些日治时期新建的神社，也一直欢乐的保存到了今天。不对，也一直被后来的政府拆到了今天。过往神社的遗址，也渐渐变成现在散落在台湾各个角落的忠烈祠。等一等，这里我们小小澄清一下。话说这个加入国军，开启人生无限可能，大家似乎以为是最近的事情。皇民化时期是一个战争动员的阶段，台湾作为帝国属地，当然也是会被拖下水不对，当然也是义不容辞的加入了大东亚战争。一开始台湾只有征一些军夫、翻译之类的后勤部队，而随着1941年太平洋战争因为一颗珍珠终于爆发，隔年第一批拿刀拿枪替日本冲锋陷阵的台湾人也就终于出现，也就是我们亲爱的扶老兄弟原住民朋友们。经过雾社事件的洗礼，原住民的骁勇善战已经替日本人上了不可抹茶的一课。这种可以在丛林里飞檐走壁的 OP 种族，想必可以把对手打个屁滚尿流。于是日本便动起了原住民朋友的歪脑筋，传说中的高沙义勇队也就这样被派驻到南洋去打江广。后来日本政府打算来个正式招募，也就是所谓的陆军特别志愿兵制度。人们想先试试水温，录取个1000人，没想到一报名就来426000人啊！对，426000人。比现在中华民国的总兵力还多，请我们的国军弟兄加油好吗？从这42万人来看，台湾人响应日本的募兵制度，似乎比抢天后丰满演唱会的门票还要踊跃。这对今天的人类来说，是相当于猫咪为什么一定要挡住荧幕一样的神秘现象。而这些热血男儿为了争取比高考录取率还低的 0.2%， 纷纷用写书表达自己为国家奉献牺牲的热忱。例如写完履历表盖个学长印啦，或是直接用鲜血 DIY 一个太阳旗啦，真系热情奔放、创意无限的好国好民嘞耶！说了那么多，好像台湾人真的变成堂堂正正的日本人了呢。
但就算整个城市都是我的皇民化工厂，广大的农村地区却依然讲着我们的台语，过着自己的生活。1945年育婴放送日本战败的那一天，老老一辈的人开心地吹着唢呐，拉着二胡，觉得终于可以回归祖国。而1920年代以后出生的年轻人，因为接受全套的日本教育，对旧时代已经没有情感，难过的觉得大势已去，台湾沦陷。这段历史也反映不同世代对同一个世界的各种认同。吴卓儿在《亚细亚的孤儿》中描述主角一边崇拜日本文明的开化，却又一边感受到日本殖民的欺压。当他试着踏上中国的时候，又被当成间谍对待。最后，这个悲剧的主角就在各种矛与盾的对决之中走向了疯狂。而这个结局也反映了当时台湾人的困境，迷失在中国、日本与台湾之间，不知道我到底属于哪里，我是谁？亲爱的观众朋友，你觉得你又是谁呢？好的，说了那么多，口有点渴啦，喝完这杯绍兴酒，我们下回同一时间再见喽，干杯！台湾吧是由 DJ Howard 制作，我们的剧本与主持人是整天没有网络可以用的凌晨不起。哇！动画是要设计产品包装，还要自己包很久送给大家的健康美丽佳佳可才能由精心绘制而成。这支本温是最近很忙东奔西走，真的很像小火车的萧雨辰提供。最后这个音乐则是由我们 DJ Howard 来为各位进行一个制作的自来自曲的定作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，可以点这里订阅我们的频道，或是支持我们已经卖完的周边商品。嘿嘿，等下一波吧。我们的播出时间是每个月的1号晚上8点，敬请准时收看。我们下次再见喽！好，收工。耶，终于可以结束日治时期了。哦，接下来你就我们带来民国时期的故事了吗？我才不告诉你嘞！听说星期天有一个故事要告诉我们，好啊，那让他讲一下。好啊，让我们来欢迎星期天。喂，哦，大家好，我是星期天。耶！我终于没有被卡掉了。从这个月开始，我在台湾吧会有自己的新节目哦，很感谢大家给我这个机会，希望不要做一集的 GG。好啦，那以后每个1号晚上8点，除了锁定动画台湾史之外，也别忘了锁定由星期天主持的新系列《故事台北》哦。拜拜。